嗨，大家好，我是不学着股市的真心分享家者 Kevin。你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你想要低成本、低费用的去投资全球的股票或者是债券吗？像是美股、美债，或者像是日本的股票等等。那这期影片呢，我会跟你分享一家券商，这家券商呢是我跟我的投资成长团队都一直有在使用的券商，它同时也是富比士商业周刊在2024年2月份的时候呢，评比为最佳的Online Broker， 也就是互联网券商。那这家券商就是 IB 盈透证券。那这期影片呢，我将会跟你分享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哦。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IB 盈透证券，而且呢打算要马上直接开始开户以及入金的话呢，那你可以直接跳到下面的这个时间段哦。好，那我们先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券商。那互联网券商跟传统券商不同的地方就是互联网券商它的主营的业务是在网络上面，所以呢它节省了许多一些店面的成本还有一些人力的成本，所以呢它可以提供比一般的传统券商有更低的交易手续费以及交易成本的部分哦。那 IB 盈透证券就是互联网券商，权威富比士商业周刊，它是自1917年发布以来它已经成立了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相信你也常常听到台湾的媒体常常会去引用富比士的评鉴，好像是你最常听到的富比士全球富豪排名，这个评鉴的话呢，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富比士商业周刊就建议我们投资人，当我们选择互联网券商的时候呢，要特别注重下面几个重点哦。那这些手续费的部分，它有没有回馈给我们这些用户？那这就是富比士评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盈透证券的部分的话呢，它除了有开户优惠礼之外呢，它还有最低的融资利率以及非常高的存款利息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首先就是开户优惠礼的部分，那只要是原本就有在使用盈透证券的这些券友的部分，他们都会有一个推荐连结。你只要使用这个推荐连结呢，去申请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你最高就可以获得$1000的开户礼哦。那这$1000的开户礼要怎么样获得呢？那就是你只要在开户之后呢，30天内入金$10,000，你就可以获得1%的股票回馈。那最高这个股票回馈可以来到$1000，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入金$10万，你就可以拿满这$1000的回馈咯。那在融资利率的部分的话呢，盈透证券也是非常多的券商当中呢，融资利率最低的券商哦。那这包含了像是 TD Ameritrade 或者是 Scrubber， 也就是我们这边倒数第二个，以及 First Trade 的部分，他们的融资费用都是超过10%以上。那我现在截图的当下的话呢，盈透证券它的融资费用只有6%左右哦。那这融资费用的部分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便宜。那再来就是存款利息的部分，那现在盈透证券呢有提供闲置资金高达了 4.83% 的利息。那这个部分盈透证券的官网都有提供一个计算机，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试算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盈透证券。那盈透证券呢，它成立在1977年，那它成立至今的话呢，已经超过了46年的时间。那它目前有提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150个交易所的投资商品，同时呢，它也支持超过20多种的国家货币进行交易哦。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我们台湾永丰金证券的副委托的合作券商哦。那你可以看到永丰金证券它的这一则的官方报道，它就是宣布它与全球最大的数位券商盈透证券进行合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缺点的部分。盈透证券它在台湾是没有据点的，因为我们台湾的政府的话呢，基本上让所有的海外的券商都不能在我们台湾去设立据点哦。那我认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政府要保护我们台湾的本土券商啦。那盈透证券在台湾是没有据点的，那 Kevin 呢就有创立了一个台湾的用户交流区。那这个交流区主要就是有聚集一些有使用盈透证券的用户，让大家可以彼此呢去进行交流经验或者是互相照应的部分。那这个交流区的话呢是非官方的，就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交流。当然这个社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的。进入这个社团的话呢，我会进行一些审核，防止有人会进入社团去进行一些诈骗，或者是像是销售一些投资的课程。我们这个社团的话呢是不能去进行任何的销售的哦。那盈透证券的交流区有非常多的使用者呢
呢都会在里面分享一些使用的经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使用者呢，他就有分享了非常多的使用经验，那他的入金的金额呢也超过了19万美金。那另外一个使用者的话呢，他也是有分享了非常多的经验，那他入金的金额呢也超过了5万美金哦。那接下来是优点的部分，那优点的部分的话呢，我是觉得银透证券的安全性啊，相对于其他的海外券商来讲是高上了非常的多哦。那主要就是有3大保障。第一大保障就是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SIPC 的成员，那银透证券呢就是这个机构的成员，那这个机构会保障投资人的资产，当成员也就是这些证券公司倒闭的时候呢， SIPC 就会介入去清算这些公司，然后努力恢复投资人的资产以及证券的部分哦。那第二个保障就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的监督，那这个监督单位呢，它是监督美国的券商以及它的交易市场，制定行业的一个标准，保护投资人呢免受那种不公平的交易行为的影响，像是一些诈欺或者像是一些庞氏骗局的部分。那它主要就是要确保市场的透明性以及公平公正。那第三个保障就是银透证券呢，它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公司，它受到了 SEC 的监管。那 SEC 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主要就是监督这些公司，并且呢这些公司呢它要定期的去披露它的财报以及业务的部分所以说呢你只要有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的话呢，那它的财务状况的话呢，我们投资人都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哦。那在我截图的当下，银透证券它的公司的市值已经高达了430亿美金，也就是相当于1兆3500亿台币那这个市值如果搬到台湾来看的话呢，就是台湾的前3大市值的公司基本上就是跟鸿海一样大。那台湾最大的金控股，也就是富邦金的部分的话呢，它现在的市值是8000亿台币的部分好，那我们介绍完了银透证券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IB 银透证券的开户环节首先呢，如果你要开户 IB 银透证券的话呢，记得要去使用1000美金的开户优惠连结。那这个优惠连结是只要你有使用IB 银透证券，你都会有这个优惠连结所以说呢，你可以去找其他有在使用 IB 银透证券的一些使用者，然后使用他们的优惠连结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优惠连结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最高1%的美金的回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IB 的开户环节。那首先的话呢，请大家去点击我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的 IB 的推荐连结。那当你有点击这个连结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就是1000美金的开户礼的优惠画面。好，一定要确认你是来到这个画面如果你的画面是来到了 IB 的官网的话呢，那表示你没有使用到这个连结，这样你就无法获得 IB 的开户的回馈礼。那 Kevin 为了防止连结失效，所以我在下方呢有放2个连结。好，第一个主要连结跟备用连结。那如果你不是来到这个画面的话，那你2个连结都可以试看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按 Open Account。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创建账户。那首先的话呢 ，email 就要填写你自己有在使用的 email。那用户名称跟密码的话呢，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要写在一个本子上面记下来。因为如果到最后你忘记的话呢，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账号跟密码给救回来，你可能就只能直接去联系客服咯。那下面国家地区的话呢，我们就填写台湾因为我们是用台湾的人的身份呢进行申请的。那如果你开户到一半然后网路断掉了，那你也不用担心你只要回到这个画面，你就点击左下角就可以重新进行你上一步骤的一个申请流程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开设账户。那点击开设账户之后呢，它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这画面就是叫你去 email 去收取一封认证信，来认证你的 email 是不是真实的 email。好，那这边我们就点击确认。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email 的画面。那 email 的画面的话呢，这边我们点击确认电子邮件。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 email 就认证完成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回到原本的画面，这边我们就选择个人账户，我们一般人就使用个人账户就可以了。那联名账户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跟你的老婆或者是老公或者是其他人一起去共同持有的。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呢，就选择个人账户就可以了。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要我们去输入语言，那我这边选择繁体中文。我们选择繁体中文之后呢，后面的一些开户流程我们就可以使用繁体中文去进行输入，非常的方便。那这边我们点击开始申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填写基本讯息。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填写我们的姓名跟我们的称呼。那我这边的范例的话呢，是以黄小明为例所以说呢，你的姓就是黄，名的话呢就是小明。
那你的 last name 的话呢，就是黄 HUANG。那你的 first name 的话呢，就是小明，就是英文的。那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英文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说，中翻英的话呢是叫什么名字，就可以去使用咯。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呢，你这边填写的英文呢，要跟你的护照或者是你台湾的外币账户的名字要一样。这样子的话呢，你到最后入境进来的时候呢，它才可以认证你的身份。如果你的名字不一样的话呢，它是拒绝入境的哦。是为了要防止去洗钱。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填写地址。那地址的话呢，这边是要填写你的税务地址，那也就是你身份证后面的那个地址。那我们就直接以台北市信义区市府路为范例，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方式去进行填写。那下面的邮寄地址的话呢，我建议是不用去填写邮寄地址，因为 IB 移通证券它并不会寄东西给你。好，那如果你要填写的话呢，你也是可以填写，就只是多一个步骤而已。好，那 IB 移通证券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网路，它会用 email 的方式呢寄东西到你的信箱当中。所以说呢，你是不用担心的哦。好，下面这边的话呢，是你的电话类型跟地区。那我这边就选择手机电话，然后选择台湾。那电话号码的话呢，就选择886，然后呢后面就是你的号码。好，下面这边的话呢是个人资料，那个人资料也是照实填写。那供养人数的话呢，就是不算你自己的供养人数。所以如果你有抚养你的父母的话呢，那就是供养人数是2人。那如果你是单身1个人，那供养人数就是0哦。那纳税识别号就是你的身份证字号。那下面这边记得要勾选我有纳税识别号，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不会被扣美国人的税哦。好，下面这边的话呢，就是问你说，你的身份证明文件等一下要用什么东西来提交？那这边我一律建议台湾人都是使用国民身份证，因为我们国民身份证的正面就是我们的身份证明文件，那我们的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地址证明文件，非常的好用。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选择国民身份证。那国民身份证它是没有 ID 的有效期，所以我们这边选择否。那下面这边的话呢，他就问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雇佣关系，接下来他就要确认你的财务的状况。那我们这边雇佣关系的话呢，我建议大家都要选择受雇，因为受雇的话呢，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子的话呢，你开户的话呢，才比较容易审核通过，你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投资更多的商品哦。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就是我是自己雇佣自己的话呢，那我们的地址就是我们后面这边的话呢，会选择我的雇佣关系，我们的地址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住家，因为我自己是选择我自己的住家，然后呢，我的雇佣单位的话呢，我就选择我自己的 IP， 好像是我是写 Kevin 投资成长家嘛，所以我这边的话呢，雇佣单位我就选择 Kevin 投资成长家。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审核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的哦。那下面的业务性质大家就照实填写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就是财富来源。那因为我刚刚是填写雇佣，所以说呢，我这边的话呢，工作收入它就已经自动帮我默认打勾了。那其他的财富来源的话呢，像是津贴啊、配偶收入啊，我是有打勾啦。然后呢，下面的话呢，像是继承遗产的话，这边我有打勾。那利息跟股息的话呢，我相信只要有投资台股的人，你一定有利息收入跟股息收入。然后呢，市场交易利润的话呢，就是你有卖出股票，那你也会有市场的交易利润。那财富来源的话呢，尽量就是填写更多的财富来源，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说呢，你的财富、你的资产以及你的收入状况的话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话呢 ，IB 才会认为你是一个承受风险能力比较高的人，你才可以投资更多的商品哦。好，下面这边的话呢，就是账户资料。那我建议的话呢，就是基础货币就选择美元就可以了，因为美元最通用。那如果你是想要用 IB 银行证券买日股，或者是买港股，或者是想要买欧洲的股票，那也不用担心，那你一样使用美元当做基础货币，因为 IB 银行证券里面可以进行换汇，而且呢，它的汇率啊，我看过了，是比台湾银行直接进行换汇，它的汇率还要优秀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安全问题。那安全问题就是你打电话给客服的时候呢，他会询问你的安全问题。那我自己的填法就是我安全问题都随便的去填写，但是呢，我的答案都是统一一个答案。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会去忘记我到底要填写什么样的答案哦。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画面。如果你刚刚的地址是你自己手动填写的，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地址就是我们的地址是那种非常旧式的地址，然后呢，网络上呢 Google 啊或者是 AI 的话呢是无法辨识的。那这时候你不用担心，你就这边提交给人工去进行审核就可以了，就是点击这个继续使用本信息，只要你能确认你刚刚填写的地址跟你身份证后面的户籍地址是一样的，你这边就提交给人工审核就好了。好，因为 Kevin 我自己申请的时候呢，就是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 AI 无法认证我的地址，但是呢，人工的话呢是可以认证我的地址，因为我的地址真的是太旧了。
OK， 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就点击继续使用本讯息。这时候呢，它就会认证你的手机，那我们就将我们的手机的验证码输入进来就可以了。好，那之后的话呢，就是进行配置我们的交易账户，就是你开 IB 银透证券，你到底想要交易什么样的商品，这边的话呢，它就会要求你去进行填写。那首先的话呢，账户类型有分为2个账户，两个主要的账户，一个叫做现金账户，一个叫做保证金账户。那现金账户的话呢，它是不可以融资的，就是你账户有多少钱，你就只能做多少事情。但是保证金账户的话呢，你就是可以进行融资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而且呢你对保证金的概念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这边的话呢是不建议大家开保证金账户，我们统一开现金账户是最安全的。我们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情。那这个保证金账户，如果你之后还想要申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IB 的后台就可以直接去提交申请。所以我们一开始选择现金账户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下面这边叫做收入和资产值。那收入和资产值的话呢，就是你的资产净值要大于你的流动资产净值，再去大于你的年度净收入，这样就代表说你有持续的在存钱，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务的状况。那你可以参考我的填法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收入和资产值 ，IB 最后呢会将这些资讯呢绘制成我们的财务的画像，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财务画像。那 IB 会看我们的财务画像来判断我们可不可以去投资一些高风险的商品哦，像是一些杠杆型以及反向型的 ETF， 就会要求你的财务画像要比较优异哦。那如果你是在台湾，你想要投资美股的杠杆型或者是反向型的 ETF， 那我们台湾的副委托是不接受的，它不会帮你去买这些 ETF， 但是你使用 IB 银透证券，你就可以买这些 ETF。不过呢，你要开启下面的权限，就是美股选择权的交易权限，还有复杂或杠杆交易所交易产品的权限，你才可以去投资这些杠杆型的 ETF。好，那我们再回到 IB 开户的画面，那下面这边的话呢，它就会要求你填写你的投资目标跟你的交易目的。那如果你想要投资像是美股选择权或者是一些杠杆 ETF， 你这边就要选择对冲以及从活跃交易和投机中盈利，好，你就要勾选这2个哦。那如果你是要投资像是一般的股票或是债券就好了，那你就填写增长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求你去填写你想要交易的产品。那这边的话呢，你的产品如果你现在没有想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也是一样，它之后可以在后台再进行添加。好，那期权的话呢，这边的就要填写你的交易经验，还有你的每年交易的笔数以及你的知识水平。那我这边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填写的太菜鸟，因为你填写的太菜鸟的话呢，你是不能通过审核的。那我自己的话呢，都是至少会填写4年以上的一个经验。其实我们自己有长期投资的话呢，经验的话呢，一定是足够的。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填写3级的期权就可以咯。好，那再往下的话呢，就是有债券跟股票。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填写你自己想要交易的地区。好像是债券的话呢，你可能不只想要交易美国的债券，你可能想要交易欧洲的债券，或是加拿大、日本的债券，你这边就可以自行去添加。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哦，你可以添加你自己想要交易的地区。然后最下面这边的话呢，有加密货币。如果呢你想要交易加密货币的话呢，你这边也可以进行添加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归管讯息。那归管讯息的话呢，这边我们都填写否就好了。它主要就是确认我们是内部人士，为了要防止内线交易。好，那再往下就是账户的附加功能。好，那这计划其实非常的简单。好，那这计划就是 IB 会将我们手上的股票借给其他的用户，然后呢，其他用户要借我们的股票嘛，他们就要支付这些佣金、这些费用。然后呢，这些费用的话呢 ，IB 会拿走一部分，那其他的话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费用。那这个股票收益增强计划，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那这个计划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额外赚取一些被动收入。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哦，这个股票收益增强计划，就算我们将股票借给其他人了，我们还是可以随时的交易我们的股票，是不用担心的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边就直接点击参与即可。好，下面这边的话呢，他问我们说我们是何种途径得知的。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填写社交媒体或者是填写 YouTube 都可以哦。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继续。好，点击继续，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税务的确认。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确认一下我们这个表格。那这表格就是我们常听见的 W8 并表格，就是呢外国人要投资美股的话呢，我们要填写的一些税务的资料。然后这边的话呢，已经自动帮我们填写好了。那我们这边确认资料没误的话呢，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这边的话呢，就要勾选我不能享受美国的税务协定优惠，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税务协定的哦。那我这边就打勾，然后往下滑。那因为我刚刚呢有填写要交易加拿大的股票，
好，那我们这边就要勾选上面的，因为我们台湾跟加拿大是有税务协定的，好，所以我们就勾选上面的就可以咯。好，那再往下这边是美国国税局要求说，你的这些资料，你刚刚填写的这些资料是不是正确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表示正确无误，那我们就往下滑就可以了。往下滑，我们就将我们的名字给填上来，那我们就点击继续。好，那我们点击继续的话呢，它要叫我们再阅读一次协议有没有错误。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再阅读一次。那如果你发现有错误的话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小铅笔去进行修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往下滑。好，那继续往下滑，这边有协议还有纰漏，那我们一样把它全部打勾。然后这些协议和纰漏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阅读一下。你不会阅读的话呢，你可以放到 Google， 然后呢去进行翻译就可以了。好，那再往下的话呢，这边也是一样去填写我们的姓名，那我们就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重新整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去进行身份以及地址的证明。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点击重新整理之后呢，下面就会跳出了必须填写验证身份还有地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我们的身份哦。那我们点击验证身份，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确认我们是使用国民身份证，然后点击继续。好，点击继续的话呢，我们选择左边的简化验证，然后我们再点击继续，然后这边的话呢会跳出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你进行翻译的话呢，它就是跟你讲说银透证券它会使用 AI 去进行我们的身份验证，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点击本人同意，接下来的话呢就会跳出这个 QR code， 那我们就用手机进行扫描，然后扫描之后呢我们就点击开始。好，那这边就会要求那个权限就是可以使用你手机当中的相机的权限，那我们就点击允许。好，那接下来这边就是要拍摄我们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呢我们就点击继续，然后呢拍摄完成之后呢，这边我们就来点击继续，它会要求我们去进行自拍，然后自拍的话呢，记得你的耳朵要露出来，然后呢眼睛跟你的眉毛都不要被遮到，好，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自拍完成咯。好，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的开户的整体的流程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开户的审核步骤可以更快速的通过的话呢，那这边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去创建你的存款通知。好，因为 Kevin 的经验下来，好 Kevin 已经开了非常多次，我开了6、7次了，帮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如果我有创建存款通知，我通常可以在1到2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开户完成。那如果我没有创建存款通知的话呢，就很像跟 IB 银透证券讲说，我们要那么急的去存款哦，那我们的开户的审核流程往往都会比较久。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创建存款通知。好，那点击创建存款通知，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那左上角我们就选择美元当做我们的汇款的币别。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我们就选择最常见的银行电汇。好，不管是哪个国家，你只要没有被美国制裁，你都可以使用银行电汇哦。那银行电汇的话呢，我们就点击获取指令。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就问我们说，你要不要把你接下来填写的讯息给保存下来？那当然我们就是保存下来嘛，这样子我们不用每次汇钱进去时，我们都要再创建一次存款通知。好，那这边我们就点击是。然后这边的话呢，就问你的汇出机构是什么？那汇出机构就是你台湾银行的 SWIFT code。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使用星光银行，但是你不知道 SWIFT code 是多少，那你就在 Google 上面去选择星光银行 SWIFT code， 这样你就可以查到星光银行的 SWIFT code 咯。然后我们这边就将我们的 SWIFT code 给填进来。那账户号码的话呢，就是你在这家银行的外币账户的账户号码，就把它填进来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呢，就是你存款指令的命名。那这个存款指令的命名的话呢，它会自动带出，但是呢，你也可以自己去创建你的存款命名，像是我就会填写星光银行汇款。好，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我这个存款讯息的话呢，是星光银行的汇款的存款讯息。这样以后我要从星光银行汇款进来的话呢，我就直接点击这个讯息就可以了。好，下面这边的话呢，他就问你说你的机构是不是中国大陆或中国香港，我们这边就选择否。然后下面这边的话呢，就要求你去输入你的存款金额。那这边的话你就照实填写，好，你要存多少钱进来，你就填写多少就可以咯。那我们填写这个存款通知，主要是跟 IB 银透证券讲说，我们有一笔钱要汇到 IB 银透证券的账户当中，那请 IB 银透证券帮我接收这一笔钱。好，主要是这个功能。但是呢，如果你汇款进来的时候呢，你没有填写这个存款通知，那你汇进来 IB 银透证券会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要给谁，那你的存款可能就会被拒收哦。好，那这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那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保证金账户，你想要开启保证金的功能，就是你想要开启融资融券的功能，你的账户当中最少要有$2000哦。好，这部分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这边点击获取电汇指令。
那接下来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你的电汇指令。那这电汇指令到底要怎么填写呢？非常的简单你就照着我的步骤去进行填写就好了。首先，受款人的名称你就填写到你的电汇单当中的受款人的英文的户名。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是使用星光银行的电汇单。好，那下面的地址的话呢，就是受款人的地址，你就填写到你的受款人的英文地址当中。然后你的账户，银行的账户号码就填写受款人的银行的账户号码。那记得就是这边的账户号码不是你在 IB 银透证券开户的账户号码你这边的账户号码是银透证券在这一家银行当中受款银行当中所开立的账户号码。我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汇款的一个知识。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汇款到银透证券在美国的一家银行的它所开立的账户，所以呢这个账户的持有人是银透证券，不是我们。那我们是将钱汇进来，所以呢 IB 银透证券要认证我们这笔钱到底是要汇给谁，它就是看我们的附言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填。那 SWIFT 的话呢，就是填写这边的 SWIFT 代码，也是 D， 我们就把它给填进来。那收款银行的话呢，这边我是填写 US Bank N.A， 这是 IB 银透证券给我的收款银行。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收款银行名称给填上来。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收款银行可能不一样，你可能会拿到花旗银行或者是 JP Morgan， 我自己都有这个经验。每一个人的账户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收款银行，所以这边的话呢，千万不要照抄，你要去看你自己的收款银行是哪一家好，下面这边的话呢，就是收款银行的地址，我们一样把它给填写进来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附言。那附言很简单就是将你的账户的号码后面的话呢，再去填上你的英文的名字，就是你的附言。那 IB 银透证券呢，就是看你的附言来认证说这笔钱到底是要汇给谁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收款地区还有国别。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填写 USA。好，因为我们汇款的银行就是在美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填写 USA 就可以咯。好，最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完成。接下来的话呢，开户的审核就会非常的快，因为我们已经创建好存款通知了，1到2天内就可以开户完成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 IB 银透证券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如果你有任何使用上的疑问，都可以到我们的社团，就是 IB 银透证券的台湾交流区去进行发问那边都有非常多资深的券友会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那 Kevin 也会在那边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我是不随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你一样是使用美元去记，那你